不是每一个印裔同胞都庆祝屠妖节的，会有人特地你们会讲华语啊？有，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讲话这么大声，我们就小声一点讲。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妹妹套，我是眼力千金，我是拉斯达妹妹。今天我们有一位很特别的嘉宾，有 Yoka。嗨，我是 Yoka。通常我们现在要就是屠妖节了，对不对？我们都会庆祝 Greeting 的屠妖节快乐。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不是每一个印裔同胞都庆祝屠妖节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Yoka。对，我不是庆祝屠妖节的，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庆祝 Christmas。那你主要不庆祝屠妖节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宗教？对，庆祝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difference 啊，意思。迪巴瓦利它原本就是说你一排灯啊，它灯光这样子，所以我可能不会做这些 ceremony 这些仪式而已。然后我也可能不会去庙啊，他们还有一个油浴啊，一大早啊，他们会用那个油啊，挨的是椰油啊 and everything。对，不只是抹头发，他们会冲全身冲，对他们就这样子做 ，because 他们要他们的灵魂啊，什么他们的身体啊，有一个 cleansing 这样子。OK，所以这些东西我可能是不会做，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一定做的，去吃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在马来西亚的那种节日，不管是新年啊、农历新年啊、屠妖节，其实每一个节日我都很期待的，只要有得吃，我都可以过。对，所以我刚才就是讲啊，什么节日我们马来西亚人啊都冲着去找食物吃。那你是从小就没有庆祝，还是说你是长大过后才没有庆祝？也不是说庆祝不庆祝，我们也是每一次到了屠妖节也不会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庆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就是没有特别去准备，对，就那个气氛不会比Christmas 大。所以我们是看气氛。如果你要我们穿上新衣啊都 OK 的。只是可能庆祝屠妖节的一些习俗，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的习惯，是跟你自己本身的宗教有一些的可能出入，就是好像可能基督徒不会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们就没有做。但是基本上好像去吃母乳菇那些都有，去吃一些甜点啊都有的。这样想问，什么人都吃。通常如果是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话，他们好像是他们是不吃牛肉。那你吃牛肉吗？我吃牛肉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点。但是我还是印度人啊。那想问你，就是你全家都没有庆祝，还是因为你自己的宗教是基督徒，你自己没有庆祝吧？我自己没有庆祝，然后我妈妈也没有庆祝，但是我哥哥他有庆祝，所以呢，我们就会做什么？每一年我们会去他的家。吃母乳菇对，吃母乳菇还有一个甜点拉杜，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它是圆圆黄色的。我知道，我没有吃过我今年要去你哥哥家吃。不是他在讲你哥哥家，你哥哥家。我嫂嫂他们他们做的那个拉杜真的是很好吃，他做小小粒而已，它的甜呢就刚刚好，不会太甜。所以如果你看到也是印度人，他们会有这个甜点because 它是代表一个joy 他们如果你去他们的每一个节日或者什么，他们一定会有放甜点的，一定要有的，没有的话那个节日会少一点乐趣不完整就是没有那个象征性。我觉得如果是屠妖节很多东西我蛮喜欢吃。之前就在我的邻居家那边，他有一个邻居叫 Mary， 是我去他的家他都会给我们那个 chapati 然后有煮那个饭什么饭nasi biryani 然后配那些咖喱然后他的菜真的是我觉得蛮好吃的。然后他每次都会讲一句 buat macam rumah sendiri， 我真的当吃我家那个有吃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那个母乳菇我都会吃半桶是我们的任务一个工作要去吃。其实我之前就有跟我的朋友聊天，就聊到他有一个困扰，因为他是印度人嘛，但是每一个人都来到就Happy Diwali， Happy Diwali， Happy Diwali， 但是他其实每一次都很想讲
其实我没有庆祝迪巴瓦利，你可以不用跟我讲。你会不会有这个就是问题，或者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有啊，因为都是印度人嘛，所以人家一定会他们的心意也好啦，对，心意就好了。哦，你是华人哦，新年快乐，就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哦，谢谢你，祝你假期快乐，我就会这样子答咯。但是我也会跟他讲，其实我是基督徒吧，我会看情况，就看那个人跟你熟不熟。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子讲话，他们心意好，怕他们会觉得很尴尬reject 了，对，他们会觉得很尴尬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如果好像普通的那些朋友，然后见面，他们讲屠妖节快乐啊，谢谢就可以了。如果是再进一步说，我可以去你家，然后吃一些东西啊，什么，你可以去我哥哥家，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解释吧。对，然后我会讲不如你在 Christmas 的时候才来咯，他们就会应该都明白了的。其实我是基督徒。那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会不会加入一些可能印尼同胞他的传统食物啊等等？会呀，摩洛哥都会有摩洛哥都会有。还有什么呢？食物方面也是一样的，好像你刚才说是 biryani 啊这种咖喱啊，因为我们都是印度人，一定会有这些的tradition 的东西，特别的煮很多不同的料，就有 mutton 也有羊肉，也有牛肉，也有这个也有那个。其实 normal days 的话啦 ，normal days 我们都会有。But on that day 是不同一点，因为大家一起来啊，它气氛是不同的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 biryani 今天吃的很好吃。所以如果你我觉得真的是很马来西亚，我妈妈他们也是会煮马来餐啊，Chinese food 对，这也是有的，我也是会吃，是不是？有一个很好奇的东西，就是跟你聊天聊得那么久，其实你的华语非常好。不要这样子，你是从小就跟拉姐一样是去华校的吗？对，从小都是去华校。然后你中学也是在华校？不是，我是读到6年级而已。那你为什么可以那么好那个华语？不会好了，还是在学着，因为我们从小都在家已经讲惯了。其中一个是华人吗？不是，他们2个都不是华人，是我妈妈环境，她乡村环境都是华人，只是他们一个家庭是印度家庭，没有办法，环境就这样子啊，就沟通方面比较容易。是我妈妈和她的 siblings， 他们是更厉害，他们讲广东话的。所以你会讲？我会讲，可是我是平时如果你跟我讲广东话的话，我都会 reply 你 in Mandarin 啦。可是你是听得懂完全广东话是 OK 的，应该是比你好啦。不要紧，来我们讲一下，不过我想不出。識聽識講啲啲你平時同誰講啊？在教會哦，教會是粵語教會嗎？對有粵語教會的，有，是我的老公就是粵語教會的，然後你一進到去你好像覺得你在香港。所以因為我看到教會是有唱歌，所以唱的那個歌是粵語歌，餐所以他們是唱廣東歌，像我也是 OK 的，會的，很 special。我只覺得哇，人家會覺得是很特別，但是我覺得very normal 啦。所以你信奉基督教是你從一出生，還是你過後再轉教？我是過後再轉教。我媽媽呢，她是基督徒，她本身都是基督徒，她就跟我爸爸結了婚做我爸爸就不是基督徒，他是 Hindu。然後我們大了，我們因為小時候you won't believe我們 Chinese 也是拜過 ，everything 都拜過的，所以到了一個時候呢，我也是覺得 OK Christian 就是你長大成人了之後，你去選擇其中一個宗教。對，因為我就覺得那個 touch my heart 咯，就這樣子。Parents 也不會說這個沒有的，因為如果是講 forcing 的話，我從小也是有看過 Chinese 的嘛，也是有去接觸過，都有接觸過的，所以是 OK。這樣你爸爸也是講華語的？沒有，不是。我爸爸不是講華語，他是講。好像你跟你媽媽講華語，還會看着你，還是還會啊嘎知道你們在講什麼？他們都結了婚這麼久，他們都明白的，我爸爸明白，我爸爸明白，但是還是不會講，很可惜，是不是？所以我每次就跟我爸講，很可惜你應該都要會講，他選擇不講吧。可能他知道，然後就是你們講那個秘密的時候，其實講我壞話，推翻過來啊，推翻過來 ，OK， 我們就知道爸爸明白了，他明白。其實我覺得你的家庭蠻特別的，就是爸爸媽媽也不是說有華人的血統，不過呢，你們就是講華語，然後呢，有不一樣的宗教在同一個家庭，這樣你們在家裡會不會有什麼衝突？
这样久来讲应该都不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成熟了吧。然后我们有这个文化包容啊 cultural tolerance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他们也不会说阻止我们 on anything，然后我们也是不会讲坏人家的种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尊重，对，彼此尊重。因为你在马来西亚 ，what's the point？ We have been here like 很久，我们独立都几年了。如果我们独立了这么多年，如果你现在还要再去说这个不对，这个宗教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是人家的信仰，那个是人家的东西。我们如果不能尊重的话呢，就安静，安静最好。对对对，那我想问，就是基督教有没有一定规定，他一定要跟基督教结婚，还是怎样？好了，圣经其实是有说过，光和光在一起就这样子所以会彼此。Let's say 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跟我的老公 ，Let's say 我们要讲，you know 今天有这个见证我要跟你一起分享这个见证神对我这么好好 and everything。如果你是不和我一样有彼此的一个想法，你可能都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就好像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他不是穆斯林，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挂色，对，就是可能他会有一点不 consistent，但是其实我的概念就是不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连自己本身的基督徒会问，我可不可以跟不是基督徒人结婚，因为少点 OK， 少点，我的选择是depends you。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好像他爸爸妈咪也不是嘛，但是他们的 family 很 harmony 但是我们是讲，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减少。像上次我们跟那个谁 Doreen 聊天这样子，他就讲，男女之间已经很多东西吵，如果宗教不一样，可能吵更多，但是也有例外的。对对对对，这样子咯。那你自己本身如果找到另外一半，你会一定要同样的宗教吗？我都会了，因为就好像他说一样咯。如果是波色的话，你要跟他讲今天我做这个 ibadah and everything maybe God already reward me like this。如果我跟你都没有共同，我会来OK good for you 你会 feel like 我在跟你聊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么没有那个没有情绪价值因为要给你情绪价值，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嘛。不过又不想打断你的那个兴奋还是什么嘛，就 OK good for you 这样我们就会通常女生就会讲很肤浅，很肤浅我们会来very boring 啦，your answer is not what I want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我会真的跟着圣经讲就这样子啦。Instead of 宗教，我觉得可能我更想问的是，你会不会 prefer 想要跟会讲华语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你想象以后你的孩子都是用华语，甚至好像像你这样就是为家庭主要的语言呢？我都会觉得 Chinese 啦 preferable，因为我们从小都你看我半个华人了你。也可以这样讲吧，I don't know 3/4吧。好像我跟我 parents 讲话，我也跟我 siblings 讲话也是讲华语的，我们沟通也是用 Mandarin 沟通的嘛。有试过不会讲华语的男朋友吗？我这样久来只是有一个男朋友而已，都是讲华语的。OK， 就单身吗？现在单身。OK， 我们来招呼。我们招请 Yoka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美女，不要这样子，我会很多问题。Doreen 坐旁边一下先啦。我们今天我们要 promote Yoka， 你们都是这样子 promote 的吗？没有啦，我们顺便开玩笑吧啦。不过我觉得两位我们访问的人都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优质。对，真的。而且我觉得是你的那个家庭应该也很多时候让你常常是一个很开明，让到你很开明，因为你本身的家庭就有不同的宗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语言，因为爸爸不会说华语，可能他的亲戚什么都会讲那个淡米尔语。那你自己本身会讲淡米尔语吗？会呀，我其实是大概17、18岁这样子才开始真正的会说比较标准的达米尔。因为我之前从小我们第一个语言就是讲 Mandarin。
我们第一个语言就是讲 Mandarin。特别，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是很 normal。我觉得很 normal。大家你们觉得 normal 吗？我觉得很 normal。因为两个真的是没有华人的血统，不过他们在家就是讲华文。我也是没有华人的血统，不过我在家我是没有讲华文啊。如果讲特别的话，我会觉得我妈妈跟我爸爸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更特别。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呢，她是不会讲塔米尔话。你觉得他们怎样沟通呢？用国语and English， 但是国语多一点。Then 结了婚过后，我妈妈才 pick up Tamil 所以妈咪从小也不太会说淡米尔语。对，因为他们在家，他跟他 sibling 也是讲广东话Mandarin 这样子。但是我叔叔更厉害，客家话。他更厉害，福建话、客家话，他什么都会。这样你叔叔来给我们访问一下。下一集我们欢迎优卡的叔叔。他们很厉害，他们讲话我就哇。OK， 他们所以他们有上那个学校的吧？就是上就是因为环境啊，所以他们不会写，但是他们语言上面 everything 是 OK 的。哇，我觉得比我们还厉害，真的，我不会说客家话。我觉得比我们还厉害。当然我不会啦。你会的话哦，为什么我要一直把我当成是华人，要会客家话？如果在电话跟他讲话，就不懂他是马来什么。真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他讲的那个华文啊，是蛮标准的，不是那种随便学、随便讲话的那种，就是没有那个 slang 咯。对，你听得出有一些可能不同，就是可能乌裔或印裔他们会讲华语，但是他们没有那么的流利，又或者是可能在他们讲话里面你会听到有一点Tamil 的 slang 或 Malay 的 slang。明白。因为如果一些华人可能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学华语的话，学正统的华语，可能是 OK 继续，你可能会讲继续。明白就是很 Malaysian style 的那种华语，不过你没有就是我觉得不会。你看你的是吗？对，还会有敲舌的嘞。我们华人很多人的是咩，是，这样也会有的，这样也会有的，有时候啦，有时候也会有的。对，我觉得很棒哎，因为如果这样子，我觉得很害羞啊，因为我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嘛。你身为一个就是会讲华文的，就是不是华人啊，应该是常常会遇到，就是人家会讲，你讲华文很好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你会怎样去看待这些人？我都会。没有啦，来一起学啦，还有很多还要学啦，就这样子。其实你会不会很自豪，或者是很开心自己会多不同的语言？如果是讲开心，我也不会特别要去说开心吧，因为 like I say， 因为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从小你看现在很多人，我们都会讲很多语言啊，然后也不是说一个特别我很开心，因为我会比你讲多一个语言，我很棒，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我们全家人也没有。其实他们的概念就是他们在家里面讲华语，然后或者是讲广东话，就是他们我觉得是日常生活当中一部分，就好像他刚才一直讲。其实我觉得我很普通，我很简单，我的家庭从小到大就是长这个样子。就好像我讲马来文，然后你讲你的马来文很好周末你讲我的马来文很好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So 我们出去我们也不会说特别有人了我们要讲华语，现在 no 了。你跟你妈妈讲华语，在外面的时候会有人特地你们会讲华语啊？有，所以呢，你懂我们做什么吗？我们就不会讲话这么大声，我们就好像是小声一点讲，因为我们不要人家不要变成好像the main attention。OK。我们不要人家来问过来问多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讲，我觉得我们不会answer，我们不会去答，你讲你会讲华语啊，你讲得很好，什么什么这样子，你要有另外一个 mood 要去答他们，没有啦，什么什么这样子。我明白你的感受。有时候好像你去到一个国家比如说我遇到可能同样是马来西亚人，或者隔壁是中国人，我们大家都会讲华语我要有自己的me time。有些人很 extrovert， 他会跟你搭话，你知道吗？然后我明明只想安安静静吃饭，你知道吗？That's the point。其实刚才跟Yoka聊天聊到就是讲其实他的家庭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那其实你觉得你自己的本身的成长环境，然后再加上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然后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那作为马来西亚人，也在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成长，你也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你觉得马来西亚最让你觉得很吸睛或最让你 impress 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有很多啦，食物啊。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可以没有食物，你也不能没有吃roti canai，对，roti canai，你也不可以没有吃什么 nasi lemak，对，我知道明天早餐吃什么，roti banjir。哇，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其实啦都很平安。如果你去很多地方，因为我之前也是国家空手道员，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我退休了，所以我去过很多国家，去的每一个国家不会有一个国家是像马来西亚人。好像如果你去外国啊 and everything， 他们也不会特地跟你笑的。这一边哦，如果我们觉得是不平安啊，其实很平安的，还有人会跟你笑啊。然后这你的成长啦，就 economy 的成长会比较好。你可以在路边啊、路旁啊，你可以做生意啊。你明天要做什么？卖nasi lemak也可以。外面呢是不行的。他们讲的话啊，就我们这里有很多 slang， 我们随时在一个 sentence 里面呢 ，we can use many campur rojak language。你看我现在刚刚都用3个语言讲了，外面是没有的。所以你出了国，你会觉得你会很 miss 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是觉得会迷人就是那一个咯。一个句子啊，我们可以用很多方言来讲。对，好烦啊你。不要给波啦你，对，你看，刚谁播啦，全部都可以，全部种族都可以明白，全部人都可以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外面你是找不到的。其实我蛮认同你讲的话，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因为我活在比较华人的那种环境嘛，明白，所以在伊斯兰教的那种 practice 方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没有那么的极端。是不是？如果是外国的情况，我觉得会比较极端。可能是我穿一些华人的服装，我当然会穿头巾啊，我不可能就拆下它嘛。不过就是有些人，就是外国的，他们就会讲，为什么你要穿华人的服装，然后你要穿那个头巾，你把它拆下好不好？这个已经是违反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不过如果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你这样穿不错就是有创意啊，然后同时也可以认识更多的文化。我觉得虽然是会有1-2个人是有些比较极端的，我觉得这个极端不只是分种族啦，每一个种族都会有他自己的极端啦。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真的是，虽然是我们有时在这一方面会就是吵吵闹闹这样子，不过后来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家这样子，然后对，就好像一个 siblings 在家，姐姐妹妹啊，这样吵架，然后最后你也是会结合在一起的嘛。我觉得马来西亚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总结刚刚你们2个人讲的东西，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国家，就不论是食物方面还是在穿着方面，其实我们都很明白，穆斯林他也需要包头，但是我们也会很开心，他穿着长袖的长发长裙。我们也觉得很漂亮，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所谓什么跟以前传统不一样，就好像现在的我们的旗袍也有很多什么叫做就是改良版的旗袍啊，以前的旗袍是很紧身的，现在旗袍可以做比较没有那么紧身的，让比较可能胖的人可以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上面的进步。对，我觉得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对呀，而且刚才Yoka讲的那些点，就是回观回来，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珍惜我们是生长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地。像他刚刚说的，去到国外的时候，笑容啊，真的是比较少的。我每次去演唱会啊，歌手都会讲马来西亚好热情，也很多人很喜欢来马来西亚的。对，每一个歌手的口头禅都是这个的。然后就算是我们本地的艺人回来，还是马来西亚好。对，真的。那今天就非常谢谢Yoka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天。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们常常以为可能每个印度同胞都会庆祝屠妖节，但好像有未必。那未必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可能不同的他们的文化啊，或者是宗教。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聊天跟了解啦。虽然我们在这边没有一个人是庆祝屠妖节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吃屠妖节的日子的那些食物，然后也是可以穿美美的屠妖节的服装。对，那今天就非常谢谢Yoka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远离谢谢你们，我是拉斯达妹妹，拜拜。